在中国影视剧市场，档期常常被认为是决定一部作品命运的重要因素。暑期档、春节档、国庆档往往代表着巨大流量与观众的集中注意力。然而，《藏海传》选择在一个并不被普遍看好的冷档期上线，最初并未引发轰动，甚至有不少业内人怀疑，这样的选择是否会埋没一部大制作。然而，事实却给出了出乎意料的答案。开局虽然冷淡，但这份冷静与耐心，恰恰成了他后来实现长尾制霸的关键伏笔。观众的口碑在缓慢积累，剧情的沉淀与人物的厚度逐渐释放出力量，使得《藏海传》逐渐从边缘走向主流。在互联网影视传播的时代，长尾效应成为了衡量作品影响力的全新标准。《藏海传》正是借助这一效应，逐步积累口碑，形成滚雪球般的扩散趋势。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的自发讨论、UP 主与博主的二次解读，甚至普通观众的安利，都在不断为这部剧注入新鲜的关注。与以往一味追求开播即爆的快餐逻辑不同，《藏海传》证明了优质作品可以慢热，但绝不会被埋没。真正的精品能够在长尾中保持强劲的吸引力，甚至反超那些昙花一现的爆款。《藏海传》之所以能实现冷档期的奇迹，离不开肖战本人的巨大影响力。对于许多演员而言，档期决定了他们能否被看见，但对于肖战而言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档期。无论是在冷档期还是黄金档，观众都会主动追随他。肖战凭借《陈情令》积累下庞大的观众群体，更在此后的影视作品中不断提升演技，形成了独特的个人魅力。他不仅能吸引粉丝，还能打动路人观众，让更多人因为作品而认可演员，而不仅仅是因为演员追随作品。这种逆向的吸引力，正是他无需依赖档期的根本原因。如果说演员是作品的核心，那么剧情与角色就是承载演员光芒的舞台。《藏海传》并不是依靠简单的偶像滤镜来留住观众，而是凭借扎实的故事结构与饱满的人物塑造打动人心。剧中角色的情感走向、命运起伏，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，都让观众产生了深度共鸣。尤其是肖战所诠释的主角，他不仅仅是一个虚构人物，而是观众投射情感与思考的媒介。角色的复杂性与真实性，让观众在冷档期也愿意坚持追剧，甚至反复回味。冷档期的开局看似吃亏，实则暗藏优势。在没有太多热门大剧的竞争下，《藏海传》获得了更纯粹的观众关注度。它无需与同档期的强势作品进行流量博弈，而是能在相对安静的市场中逐步发酵自己的口碑。这种慢火熬出的热度，比起短时间爆发的喧嚣，更加持久与有力。事实也证明，冷档期为《藏海传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成长土壤，让它得以积累观众粘性，最终在暑期实现爆发。随着口碑的逐步积累，《藏海传》在暑期档迎来了真正的高光时刻。那些在冷档期就已经被打动的观众，成为了最早的口碑传播者。他们通过社交媒体与现实中的推荐，不断扩大剧集的影响范围。到了暑期，这部剧已经从小范围的好评，逐渐转化为全民热议。它不仅打破了档期壁垒，更完成了一次从冷启动到全民热捧的逆袭。这种逆转，堪称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一次典型案例。数据不会说谎，《藏海传》的播放量、讨论度、热搜次数以及相关话题的阅读量，都在冷档期开局后持续攀升，而非一时爆发后迅速下滑。这样的数据曲线，恰恰体现了长尾效应的持久性。更重要的是，观众对剧集的好评占比极高，这不仅保证了剧集的稳定热度，也进一步夯实了肖战无需依赖档期的论断。他所带来的关注度，并不是昙花一现的热搜，而是能真正转化为观众的长期追随。藏海传的成功，为整个行业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：档期是否真的决定一切？长期以来，制片方与平台都过于依赖黄金档，似乎只有在流量最集中的时期上映，作品才有机会成功。
然而，这种观念正在被逐渐打破。《藏海传》用事实证明，档期固然重要，但作品质量与演员号召力更为关键。未来或许会有更多剧组敢于尝试冷档期，用实力说话，而不是盲目追逐热门时段。对肖战而言，《藏海传》的成功不仅是一部剧的成绩，更是他个人行业地位的又一次证明。从《陈情令》到《藏海传》，他已经多次用作品向市场传递出一个信号，他的号召力不受限于档期，不依赖于炒作，而是源于作品质量与演员本身的魅力。这种地位意味着他不仅是流量担当，更是能够为作品背书的演员。这种稀缺性让他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优势。藏海传冷档期开局，却凭借长尾效应在暑期实现了逆袭，最终印证了一个事实：肖战无需依赖档期。他的作品可以慢热，但一定会爆发；他本人可以经历质疑，但一定能凭实力说话。在如今这个娱乐圈节奏飞快的时代，能沉下心来打磨作品，能凭借长尾效应持续吸引观众，才是真正的王者。而肖战正是这样的存在。传统宣发往往把火力压在开播前后的短期爆点，但藏海传的增长曲线来自一种更隐形却更持久的力量：社交裂变与素人安利。B 站涨评，抖音、快手短视频二创，豆瓣长帖与小红书观后感，让非粉受众被多触点，低压力地反复撞见这部剧。他们不是被营销话术劝服，而是被细节说服，角色弧光的前后照应，镜头语言与色彩叙事的微妙推进，台词里埋下的多重伏笔，以及配乐与情绪峰值的契合，天然构成二创素材矿。当一个普通博主以我本来不追肖战，但这段戏开场信任阈值被迅速拉低，当剪辑号把成长线反转点情绪爆发拼成3分钟爽感闭环，路人顺手点击正片，完成从看剪辑到看整剧的转化。更关键的是，这些 UGC 不是一次性传播，而是形成话题回访在创作的循环，使内容半衰期被显著延长，口碑像酵母持续发泡。冷档期的小火在社交裂变中稳步升温，等到暑期节点，讨论密度与曝光频次叠加，自来水群体反客为主，成为影响决策的关键变量。于是，藏海传并非靠一锤子爆点，而是靠万千素人的自发安利，完成从边缘声量到主流热度的跃迁。藏海传提供的不是一次偶然胜利，而是一套可复用的内容增长范式，内容自循环。第一，重视品质闭环，剧作逻辑自洽，人物动机清晰，审美风格统一，确保任意片段被截取时仍具说服力与再传播性。第二，重视传播闭环，在叙事结构上主动埋设情绪抓手、名场面、金句、反转，让观众的情绪峰值自然对接二创场景，降低创作门槛，激励更多自来水。第三重是留存闭环，通过高密度可验证细节、支线叙事与世界观扩展，鼓励老观众2刷、3刷，以考据分享待看的方式转化新观众。当三重闭环同频运转，当期的重要性被边缘化，不是追逐黄金周，而是把任意一天转化为私有黄金时段。对于演员，肖战之所以无需依赖档期，实质是把稳定演技与谨慎选剧转化为可预期的口碑资产，平台算法因此愿意延长推荐周期，观众也愿意给予更长耐心，行业则被迫更新爆款定义，从短平快转向慢稳长。这意味着未来的赢家不是跑得最快的宣发，而是能让内容持续自我驱动，不断产生2次与3次生命力的创作与团队。